众朋友，我们要告诉大家，明年是什么年？明年是马年，对不对？马年不就是要万马奔腾吗？来，给大家看到，央视他们公布了看到不？哇，这个卷轴一打开，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结果呢，那就看到 YU 怎么变成了天启4骑士的末日降临？有没有觉得很触眉头？的确。经济是不是要大难临头了？连国家级的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江南春，居然被偷到了北京，8800万人民币待价而沽。前院长已经被查办了，穷到要变卖国宝，太夸张了吧？对，巨阳哥，再过2天呢就要跨年，那再过1个多月呢就要过农历新年了。但这个时候呢，央视也公布他们的新年的春节的主视觉，是，我们就看那主视觉画面哦，4匹马叠了成一排。叠起来感觉，大家就说，这个图案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怎么怪怪呢？我们对比下一张图，4辆坦克，怎么跟64天安门的这个坦克人的这图看起来一模一样？你央视公布这个主视觉，是不是一开始年都还没过，开始有点触眉头的感觉了？而且最要命是什么？我刚才讲有4匹马，这4匹马叫什么？这个是央视的春晚的吉祥物哦，叫做这个琪，这个季、迟。还有晨，这4匹马听起来好像听起来名字蛮可爱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我刚才跟你讲4匹马念久变什么？变4马，4马变什么？变10马。大过年的你讲10马是不是有点触眉头的感觉？而且重点是这个琪、迟、晨倒过来大家怎么念？晨迟季齐啊，大家吓死人呐！拿城池来祭旗，祭旗就把头伸给人家剁了呀！对，怎么看好像都是非常触眉头的感觉。怎么央视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对，设计师是不是有问题？而且还没完，最可怕的来了！大家看那4匹马，4种颜色有没有？大家翻一翻圣经，哇，不得了！圣经里面的天启4骑士的照片跟这4匹马一模一样，但是圣经里面的寓意是什么？天启圣骑士出现，代表世界末日，末日要降临了，哇！所以你看这次年都还没过，明年是马年，央视公布了这个主视觉，看起来这个年看起来非常难过了。好，末日感如此的强烈，你可以说好事者干嘛做这样的连结啊？问题扎扎实实摆在眼前的是经济的难题，是不是真的大难临头？我们给大家看一件真是不可思议，国家级的宝藏是南京的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居然被偷出去，在北京的拍卖场待价而沽，哇！有人要人头落地啦！对，这个是明代的江南春的这幅画，照理说应该是收藏在这个南京博物馆当中，结果没想到呢，最近被发现，怎么在北京的拍卖会上突然出现了江南春的这个图卷？大家觉得说，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不知道。但这个时候，央视出来洗地带风向了，他们说他们自称到访问到原本收藏江南春的后人，就是这个庞氏的后人，想说，我跟他对谈，我跟他访问，看起来应该照理说是庞氏捐给了这个南京博物馆，所以图应该还是在南京博物馆才对。结果没想到大翻车，因为呢，这个庞氏的后人现在出面指控。央视访的这个叫做庞荣根本不是我们家的庞氏后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后裔，跟我们家完全一点相关都没有。哇，整个大翻车了。那大家想为什么这个时候央视要突然访这个自称是庞氏的后人？你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找一个冒牌货来洗地，结果一个翻车现场了？是，大家想说，那会不会是原本在这个南京博物馆，甚至现在北京拍卖的这些8800万的这个江南春是个赝品，是个假货？大家很好奇啊，现在铺天盖地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在博物馆里面出现像这样的赝品、这些伪造品，也不是第一次的事情了。我给大家看这个是在南京博物馆，同样是南京博物馆西汉的镇馆之宝叫做金兽，大家看，这是有99%纯金打造了。你要想想。从西汉到现在，至少距今2000年了。结果没想到最近发现，这个镇馆之宝金兽怎么出现生锈的感觉了？有看到，有没有？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上面黑点、绿点都出现了。难道这个金兽也是伪造的吗？所以你现在的南京博物院里面放的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了，因为连江南春这个首席的宝物都会拿到北京去待价而沽。我就问。谁敢跟天借胆？这下是谁该人头落地的？对，为什么大家会不信南京博物馆里面摆放的文物呢？很大问题是出在他们前馆长身上。这个前馆长最近被披露说，这个他叫做徐湖平，他夫妇里面大家到他家里面发现，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呢？后面一整排
都是古文物。一个前馆长，照理说你看起来应该是公务员吧？怎么公务员家里面有这么多古文物呢？难道是你偷了南京博物馆的文物放在家里面拿去变卖？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很好奇，难道我们现在去参观的南京博物馆里面摆的都是赝品，都是瑕疵货，都是伪造的吗？所以真正的古文物会不会在这个前馆长的家里面？哇，这个太夸张了！如果今天你的经济已经惨到连堂堂国家级的博物院的院长都有可能倒卖去攒自己的身家的话，那还有国法？还有王法吗？你来看看，现在没有人可以相信我买票进去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对，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国宝，那国宝现在变成是不是倒卖，甚至假的国宝变成常态了？现在江西的博物馆跟北京故宫要出借这个北宋的书法家米芾的这幅这个行书，结果会发现，大家左看看右看看，北宋距离到现在也大概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怎么感觉？这个真迹的这个笔墨，完全没有褪色的样子，不合理啊！1000多年的笔墨，到现在照理说，你包括写书法，照理说有淡、有深、有浅，怎么看起来好像印刷品一样？通通看起来，色调一致。那它会是假的吗？对，现在大家怀疑，你色彩没有变化，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大家看到米芾的这个2个字上面是看起来怎么先盖章再写字的感觉？大家觉得不合逻辑。天哪！所以这是什么鬼故事啊？但最可怕是什么？这个是江西的博物馆跟北京故宫借来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北京故宫是不是自己也有赝品发生的情况呢？好，这个东西啊，你讲着讲着，我就想起一件鬼事，就真的发生了。明明出大包的是南京博物院，你知道吗？一出事之后呢，其他中国各大国家级或城市1等1级的这个所谓的博物院、博物馆，通通自行闭馆干什么？开始彻查，开始检查，你们在怕什么呢？我就想起我们以前看那个古装剧，不是那种官府要来查粮，要是有个粮跟账对不起来，有人要人头落地了，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既视感？对，截至本月的25号，已经超过30家的博物馆通通闭门。闭门，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闭门呢？因为看起来也快跨年了，其实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大家都会去参观博物馆的好时机。结果全国居然有30家的博物馆通通闭门，大家想说，难道是为了要躲避最近南京博物馆这个伪造的这个风潮吗？因为大家会继续在猜测啊，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最大的伪造村就在洛阳，你知道，俊哥最近订单订爆了。伪造村的订单订爆代表什么意思？大家都来买赝品嘛，而且感觉大家合理怀疑会不会博物馆也在买赝品？等等，30家的博物馆离奇的同时闭馆彻查，另外一边全中国最有名的赝品一条街收单爆单，生意大好，里面会不会真的有闭馆的这些博物院、博物馆也来下单，希望在这个地方狸猫换袋子，到时候重新开馆？反正他以假乱真，你也看不出来。我说真的，真的如果是假的话，一般人肉眼怎么看得出来？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狸猫换太子？所以造成现在呢这个假造村突然爆单，这个我觉得相关单位应该要查清楚。真正该查的，我们张眼等着看。这个现在媒体点名的前南京博物院的院长，真的是他左手换右手，把这个江南春的首席国宝给变卖出去的吗？如果是，那他真倒大霉了。难怪接下来看这段画面，你也不要太压抑。如果连院长都干得出这种见不得光的事，那么警察扣了你的电动车，偷偷卖到非洲去，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大家反正春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啊。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要知道，刚刚谈到是这个前馆长、院长的这个事迹结果现在检调单位正在搜索。那现在呢，在中国大陆因为经济的关系很多的基层警察居然查扣民众的小电驴，就是小的电动车，这个机车查扣之后发现说，你查扣就查扣，怎么有时候滑抖音、滑小红书，我的电车居然在非洲出现？等等，他不是应该留在拖吊场，等我办完手续、缴完罚金，我就要把它牵回来啊？对，居然哥，你知道他们查扣到底有多夸张吗？你看有警察是用出动无人机我遥控无人机来查扣民众的电动车，有没有看到这个警察他手拿
无人机的遥控器，就用这个无人机有没有去查？哪些是要查扣的这些机车？这个是铺天盖地在搜刮人民财产的概念。没错，那甚至还有民众呢，我只去上个班，我照理说我原本的机车呢，这个小电驴是停在地铁站旁边的出口，结果一出来发现，哇！吊车直接出动，大批的这些警察呢，把我所有的这个机车通通直接搬上了吊车上面。这个就是流刺网的概念了，大鱼小鱼通抓。结果2个礼拜、1个月之后，滑抖音滑一滑，我的小电驴怎么跑到了刚果啦？对，如果按照台湾逻辑啊，如果是被拖吊的话，应该是在监理所或是在这个拖吊中心，你去找车应该就有。是。结果不是啊，中国大陆的网友发现，我滑抖音这台车的车牌怎么跟我一模一样？但是问题是出现哪里？在非洲啊，各位。我问你哦。今天应该是帮国家执法的这些执法单位，你等于去抄人家的家底，你去变卖到非洲去，然后这些钱你中饱私囊啊！对，所以大家怀疑是不是这些交通警察在查扣车子之后呢，把这些车子卖到了海外去，卖到了非洲去，结果这些钱呢被警察中饱私囊下去了。所以旺仔，你回头来看看，你看前面告诉我们的这个被人家觉得是急触眉头的天启4骑士，人家根本是4匹骏马图，要贺马年行大运，结果被好事之徒去说触及眉头了。天启4骑士要末日了吗？如果经济逆风到这个程度，连院长都能偷，连警察都会偷拐你的车、偷卖你的车，那真的是末日感十足啊！对，因为这个末日感，它提醒里面有提到一个点，就是可能包括了像战争或瘟疫或者经济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包括了管务里面发现，包括了机车这样的情况，发现中国大陆的内需经济目前真的是过得非常辛苦。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